雪儿，哎，帅票哥，你见到他们了吗？怎么样？已经更进一步了。他们的神色告诉我了，带着林世群只能控制潘达，还不能置他于死地，所以啊，还差一点火候。那你怎么不去找邢小姐呢？他们可以帮你啊。不行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的背后肯定有一只眼睛盯着我，我不能出现任何纰漏。雪儿，你要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把这个投到警察局，让潘达看见。这上边写的什么？静安寺茶叶包装厂的地址，他看到这个，这最后一把火就算是点着了。好，赶紧去吧。好。哎，老板，千万不能进去啊！什么事儿？熊万东带着一队兵，气势汹汹的在大堂等着你呢，看样子是没别什么好品。这个熊万东，我没找他，他倒找我了。点东西吃没有？没有，连口茶都没喝。给他上些大鱼大肉，越上火越好。还上火呢？那还不把这酒店给点了？再说，天天这么白吃白喝的下去，我先替你上了火。行了，我自有办法。熊司令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帅飘，我脑子有病啊！竟然听你的！你说给我做茶叶生意，分我一羹，可是我分文未取，我只领到了我副官的尸体。你给我说清楚了，否则我把你大卸八块。这么说，您是怀疑我杀了薛副官？不是你还是谁？熊司令，我杀了薛副官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呀？我帅飘只是林部长手下一个混饭吃的小商人，我明知道他是您派来的副官，是来监视我的，我要是把他杀了，那不是给我带来麻烦吗？不是你杀的，谁有这个机会来杀他？别给我狡辩。好吧，既然您认定是我杀的，好，我承认是我杀的。你承认了？再怎么说，薛副官也是因我而死，我欠他一条命。什么意思？看来这全上海都知道了，只有熊司令您还蒙在鼓里啊。潘达那天派人来杀我，想让我死在湖州，可是当天晚上把我跟薛副官的房间搞错了，错杀了薛副官。我听到动静，我拼命的跑，才逃过一劫。胡说八道！据我所知，潘达被周淮海拦下了。表面上是被拦下来了，熊司令，您不能被他们骗了，他们只是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演的一出戏而已啊。按照之前我们说过的，这个是这次卖茶叶的利润的20%，20万。熊司令，我帅飘只是一个小商人，
跟薛副官无冤无仇，而且他又是您派来的人，我有没有可能杀他？您自己好好算算清楚。难道真是潘达干的？一点不假。肖司令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生意要做。您如果相信我，就把钱收下，咱们继续合作；您如果不相信我，立马把我毙了。我帅飘除了一个冤字，一个字都不会提。肖司令啊，既然您相信我，那我就再给您提供一个机会。我们之间还要合作，还要赚钱。可是潘达呢？他处处为难我，时时刻刻想把我杀了，而且他现在跟共产党纠缠不清。这事儿我不干，我不趟这个浑水。不需要您动手，您只需要跟我去一个地方，做一个诚实的证人就行。好。我门外等着。帅飘清楚熊万东头脑简单，风往哪儿吹，人就往哪儿倒。于是三言两语便把薛副官的事情转移到了潘达头上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让熊万东更明确地站在了自己一边，还可以借助皇协军的力量对付潘达，而潘达那边对这些还一无所知，毫无防备。老毛，我这一下午我没看着你了，哪儿去了？局长，我去一趟静安寺，就这个地址。帅飘在那儿包了间工厂装茶叶，那一箱一箱的印的全是洋文，卖给了美国人。据说啊，100多万呢。这回啊，他们可是发了大财了。他们就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装货。对啊，那都装了满满一个仓库，明天就要运到码头装船了。可惜啊，这是林世群的东西，不然啊，我们一把火把它烧了，好好出这口气。你就别出这馊主意了，谁敢碰76号的东西啊？嗯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待着吧。怎么就不敢动啊？我就一把火，我给他烧了，我出这口恶气，我让他林世群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到时候他找谁去？他肯定会去找帅飘算账。我不用杀他，林世群就把他杀了。局长，我看行。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是他姓林的不仁在先，就别怪我潘达不义。弟兄们，我就为了出这口恶气，干！雪儿，潘达已经带着人从警察局出来了。那你赶紧通知76号啊，在这就可以当场抓住他了。不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已经通知所有的工人回家了。一会儿，我们也走到旁边去，就让潘达把这烧了。隔壁就是日军的仓库，这儿一旦着火，他们也跟着遭殃，这就不是小事了。可是，这会不会影响你的计划？不会。林世群空欢喜一场，会更加愤怒。看着吧，一场好戏要上演了。走。
哎，局长，没人看守。兄弟们别紧张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一会儿给我进去3下5除2，坡上有个点上火，马上就走。行动！哟，吕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去，把你们局长给我喊到办公室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潘局长没在，刚才他跟几个人开车出去了。出去了？这深更半夜的，他上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，走的比较急，我想拦都没拦得住。这个潘达，他不知道自己被关禁闭吗？去叫几个人，把他给我找回来。哎，局长，你看，全都是茶叶，还包好了。对对对，刘武，哎，共产党的传单带上吧。传，局长，上油！好。你们让老子不好过，这他妈也让你们过不好。20万，啊，吕秘书，你说什么？潘达带着人和枪出去了，他干什么去了？这个时候不能让他出去惹事儿，你马上派人去找，一定要把他追回来。对。怎么，潘达跑到外面去了？他出去肯定惹事儿啊！混蛋东西，他就是一坨糊不上墙的烂泥。哎呀，你不是警告过他吗？他不会那么傻吧？我把他的案子压下来了，就是顶了雷。林世群不声不响，肯定在暗中调查呀。一旦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上，我要受到牵连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种人不能保，会连累我们的。看看再说吧。如果真出什么事情，我也容不了他了。林部长，潘达来找我，想托我给他说个情，请您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。您看，这潘达牵扯共党啊，就是我答应了，那营佐将军和梅机关能答应吗？潘达这个人我了解，他这个人和共产党势不两立，所以我想，会不会是部长和潘达之间有什么误会？啊？
部长，你能先跟我出来一趟吗？有什么话就在这说。部长，储存和包装茶叶的仓库被火烧了，旁边的日军仓库也被烧了。我估计是有人故意放的火。报告部长，有人纵火烧了仓库，连同边上的日军仓库都被烧毁了。什么人干的？查出来了没有？我们来的时候，纵火者已经跑了。哦，不过我们找到了这个。共党。部长，部长，熊司令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这是仓库里有我的茶叶。帅头带我过来看看。帅票，你是监工，你看见什么人干的？这共产党。这共党纵火还会扔传单啊？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我亲眼看见，有人蒙着面开着车，带着汽油桶就来了，一进这仓库啊，就把货物给点着了。我当时就在旁边，看得一清二楚。什么人？我在您手心上写个字儿，您就明白了。这事情可重大了，你敢作证？我当然敢作证了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，熊司令和雪儿当时都在旁边呢。支将，你彻查现场。是。你们俩跟我来。是。潘局长，哎呀，挺高兴啊。上哪儿去了？馋酒了，喝点酒。潘达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被院长关禁闭的人。对。你要是在外边惹了什么事儿，就会牵连到院长，懂吗？对。快了！局长，76号来了很多人，把咱们大门给堵了。76号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不知道，看样子来者不善，怎么办？是不是你在外边惹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好，那你跟我一起出去，看看到底怎么了。林部长，您这大队人马的是怎么回事啊？1个小时前，有人在静安寺烧了我的仓库，连带着日军仓库，全部付之一炬。不过好在，我已经找到了纵火者，就是这警察局的人。警察局的人？这不太可能吧？谁有这么大胆子呢？这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你还不承认吗？帅票，你来说。这个人就是他，潘达。当时我就在旁边，所有的过程我都看见了。我啊，他的话你们也能信啊？他跟我有仇啊！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我跟你有仇，熊司令不会也跟你有仇吧？你说谁？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我作证。
就是你。熊司令，你什么时候也跑帅飘那边去了？啊？咱哥俩有交情了。你一把火烧了仓库，库里边有的茶叶，你给我讲交情了吗？林秘书听见了吗？这都是利益关系，他也被帅飘收买了，这话能信吗？你还故意把传单撒在现场，把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，这些我全部亲眼所见。怎么就是我撒在现场呢？啊，这也许就是共产党干的。这么说，你不承认？大哥，我就出去喝了点酒。李秘书，你是周院长的人，现在还护着他，你也不承认？我想啊，这中间肯定有点误会。如果真的是潘达干的，我们绝不容情。把刘武带上来。在我来之前，刘武他主动投案自首，说是谁指使你的？谁是主谋？是潘达。放你的猴驴狗臭屁！他听说静安寺仓库，就说心里面憋不下这口气，要一把火把它烧了，让您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他还说您不仁在先，休怪他不义，亲自带着我们烧的仓库。潘达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来人，把他抓起来。大哥，带到76号。是。大哥，咱俩掰过把子。走。帅彪，帅彪，走。帅彪，帅彪，帅彪，我带路。我带路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这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！哼，坏了不是他潘达一锅汤，还有我，懂吗？我懂。谁也没想到他竟然犯了这种滔天大罪，烧了林世群的仓库不说，连带着日军仓库也烧了。之前我们还信誓旦旦地保过他，他这次死定了，可惜啊！可惜个屁！你还替他抱屈，他毁了我们大家。老周。啊，夫人啊，这么晚怎么还没睡啊？来，我哪还能睡得着啊？你们不听我的劝，不早抛弃他，现在陷进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刚才给营佐将军打电话，他听了这件事以后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就把电话给放了。我又给林世群打电话，这小子连电话都没接。看来这件事情麻烦大了。事已至此，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了。现在必须马上要做一件事。杀了潘达。人死了，就无法对证了。我也就可以洗出来了。我说的杀他，不光是为了这个。潘达跟了我们那么久，是你的心腹，知道我们很多秘密。人为了保命，是什么都不会顾的。他会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林世群，到时候我们就被动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雪儿告诉我你在这儿。潘达不是被抓了吗？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高兴啊？想起我死去的太太，我就高兴不起来。我太太不是死在一个人手里，而是一群人。就算潘达死了，我的仇就报了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能这么想，我真的为你感到开心。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昨天晚上你突然之间改变主意，你让潘达去烧掉仓库，你让林世群的80万打水漂，你终于知道真正的仇人是谁了。没有共产党的帮助，是走不到这一步的。说吧，需要怎么报答你？我们帮你不是为了要你的报答。潘达勾结日寇，恶贯满盈，这是他应有的下场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帅漂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这个情我会记着还给你们的。先不谈这个，说说吧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先看看潘达的结局再说吧。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，就这1、2天的事儿了。我自己扔的，我歇掉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一会儿我就出去，我逮着你们，干啥？我开个把子，好了，我走了。放我出去，对，放我出去。不然是我大哥，你把我大哥叫来。大哥，你听，大哥。他刚才吓得尿裤子。去，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家，把所有东西都给我带回来。是。大哥，我求求你，大哥。安达，知道我让他干什么去了？搜查你的办公室，你的家。大哥，你别这样，大哥，我这次犯的是死罪，大哥，你高抬贵手，你放兄弟吧，我求你了，大哥，我求你了。烧了我的仓库，烧了日军的仓库，你还有命吗？啊！大哥，我赔给你。大哥，你开个价，你说100万还是200万？300万我都给你，我补偿你的损失，行不行，大哥？命都没了，还跟我叫价？大哥，我错了。你看咱俩过去拜过把子，我潘达给你卖过命的份上，你饶我一次，就这一次，我求你了。你被胖了那会儿，洋洋得意呀，眼睛里是谁都没有。现在知道错了，大哥，那他妈都怨周院长。大哥，我知道周院长很多秘密，你要放我一马，我把这些秘密我全告诉你。说吧，周院长他有什么秘密？我听着呢。一泽将军，对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也感到非常震惊啊！啊，是的，对，潘达就是丧心病狂啊！是，我一定加以严惩。啊，将军，对于这件事情，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处置的方案，我想马上去见您。好的，好的。我马上去梅机关见一下营佐将军。消息打听的怎么样了？院长，我就是来向您汇报的。林世群现在正在提审潘达，这个软骨头，他把您给出卖了。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货色啊！
典型的墙头草。如果他乱咬一气的话，这个林世群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！这件事情再闹到汪主席和日本人面前，那就不好收场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当机立断，抓紧时间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夫人说的对，可是潘达人在76号，我们根本就接近不了他。我到梅机关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这个潘达原来是我的手下，本应我来处置，可是这个林世群不会把人交给我的，我只好请日本人出面了，让他们把潘达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。可是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，他还是会乱咬，到时候不就更糟了吗？哼，他到不了日本宪兵司令部。你们看，这是日本华东多摩部队最新研制的剧毒药品。吕飞，你到新世纪大酒店订些酒菜，把他送到76号。帅飘跟潘达有过节，人所皆知。帅飘趁此机会下手，也是理所当然的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，明白吗？将军，周院长来了。周院长，你来看，这是江苏的军事态势。共产党新四军自皖南事变后，就把军部迁到了苏北，陈一任新的军长，并不断的从各地对我进行袭扰和攻击。最新的报告，太仓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。太仓离上海太近了，也就是说，离你我的床头仅一步之遥了。是啊，共产党活动如此猖獗，的确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呐。派遣军司令部决定集中日军1个师团和江苏的保安军共20万人，对共产党新四军进行大规模的清剿。为了这次行动，也为了扶助你们，特地借贷了5000万日元。但是我听说，你从日本回来后，1分钱也没有花在这上面，而是把它全部放进了你的银行，是吗？将军，这是林世群跟您说的吧？他纯属胡说，我刚刚给他拨了500万。他刚给我打过电话，为了筹集经费，他不得不靠贩卖茶叶。可是潘达一把火把他的茶叶全部给烧了，还烧了日军的仓库。你怎么解释这件事？将军，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。潘达罪有应得，该杀就杀，我绝不包庇他。但是我请将军把潘达押到宪兵司令部看押审问，防止有人浑水摸鱼、挑拨离间。你和林世群有矛盾，你怕有把柄落在他手上，是吗？我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呢？你别嘴硬了，我懂你们中国人的那些事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把资金尽数拨给江苏，以便展开那里的清乡剿共行动。你同意吗？既然将军发话了，我一定照办。哎，老板，刚才市政府的吕秘书打电话来订了份饭，这事儿挺奇怪的，一大清早的订什么饭呢？那我给他不给他？给他，但是我不出面，就说我不知道。行，我去安排。世群，
刚刚看见潘达被押回牢房了，你不是在审问他吗？这么快就审完了？刚才英佐将军来电话了，周海海已经在他那边了，要我过去，并且把潘达送到宪兵司令部去。我答应了，但要等我这边审完了再说。他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催我过去。这分明就是周海海心虚了嘛，还把日本人搬出来，就是他搞的鬼。英佐将军让我过去，我不能不过去啊！这个潘达呀，已经说了一些事情了，但是关于周淮海的秘密还没有说，所以先把他押进牢房，等我回来接着审。哎，对了，刚刚帅飘打电话过来，他在南市的茶楼约了美国公司商谈，现在倒好，茶叶被烧了，那80万兑现不了了。潘达这一把火烧了我80万。太可恨了，夫人呐，昨晚上我让之江去抄了潘达的家，潘达家里几百万的资产呢，我全没收了。可是那80万也不是小数目啊，想起来我就肉疼。这次啊，绝对不能轻易饶了他。放心吧，这次潘达他是活不成了。对了，夫人。一会儿你陪我去梅机关，我倒要看看这周淮海还能玩出什么幺蛾子。哎，任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潘达就关在这儿是吧？是，上头有命令，我一刻也不敢离开他。把门给我开开，我给他送点吃的。哎，吕秘书，部长有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他。我也不行吗？我是怕出了事儿，我担待不了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开门。吕秘书，吕秘书，起来，起来。快点，稍等。什么意思啊？坐啊。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准备点好酒好菜，给你解解馋。是周院长派你送来的吧？给我的送行酒吧。你看你想什么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周院长他正在想办法救你出去。真的？来。我没心情。这次我是犯了死罪了，恐怕活不了了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做什么事儿也不动动脑子。这林世群的仓库是你能烧的吗？我他妈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这时候还说这话有什么屁用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有这份心啊，也不是没有用。啊？你想啊，你现在烧的只是一个私人仓库，日本人的仓库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。你潘达那是为日本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，所以说呢，虽然你罪不可赦，但也情有可原吧。对呀，周院长也说了，等你出来以后啊，这第一顿压惊酒他亲自请你喝。不是，兄弟啊，
你这么想啊，问题的林部长他不这么想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委屈。来，把这杯酒喝了，给你压压惊。兄弟，你给哥好好分析分析。这次我能逃过这一劫，那就要问天了。刚才你们二位一进门就拉下了脸，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些矛盾，可你们二位都是汪主席的得力助手，也是我们帝国一众的干将，你们二位本应该同心同德，可为什么总是明争暗斗呢？啊，将军阁下，我对周院长是恭敬有加呀，可是变法子打压我，是千方百计呀。我当江苏省省主席，他把持着财政，我要扩军，他不给我军费，他是把我这个江苏省省主席给架空了呀。这一点我可以证明，世群为此非常苦恼，他也想去剿共，可是拿什么去剿呢？哎呀，世群呐，你可真是误会了。你当江苏省主席是我提的名，我怎么会跟你过不去呢？你接卢孝安的位子，当上海市市长，是我们抬轿子把你抬上去的，他的财产是你接手的吧？哎吧，这财产方面够了，再这样争下去，没有个完。林部长，刚才我和周院长商量过了，这次清乡剿共由他先出1000万，加上已经拨给你的，你就有1500万了，你该满意了吧？世群啊，这个苏锡常是鱼米之乡，富庶之地，啊，我把那儿的财政收入都给你，怎么样？我有诚意吧？既然周院长这么诚心，那我要是不接的话，我就是小心眼了。这就对了嘛。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和蒋介石，你们二位能够团结一致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林部长，一会儿我要和你谈一下清乡剿共的计划，这可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啊。将军，说，76号的赵队长打来电话，潘达中了毒，马上要死了。 76号监狱竟然有人下毒，不行，我必须马上回去看看。告辞了。潘达，我来了。潘局长，林主任来了，你不是有话要跟他说吗？ 潘达，他早死了。死前他说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说呀，就说想要见你。世群，快看墙边。 饭菜是吕秘书带来的。是，接到报告后，没等他走出多远，我就把他给扣下了。把吕秘书带过来。是。起来吧，跟我走一趟。对我客气点，我是周院长的秘书。少在这儿摆谱，你不知道这儿是76号吗？走。哎，我自己会走。 林部长，
死了。就这一会儿功夫，人就死了。潘达是被毒死的。这桌饭菜是你送来的吧？是我送来的，都是我从新世纪大酒店订的。哎呀，这饭菜是不是被人下毒了？这还用说吗？潘达吃了你送过来的酒菜，然后就中毒死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合着是我下的毒？我跟潘达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毒死他？是帅飘，肯定是帅飘干的。他可是知道我给潘达送菜的，所以这毒一定是他下的。还好我没有喝这杯酒啊，要是喝了，这躺在这儿这个人可就是我。林部长，你一定要明察，不能放过他。这不可能，帅飘在南市的茶楼和人谈事，他怎么可能下毒呢？林太太，您一定是被他骗了。这帅飘啊，和潘达他们俩之间有过节，所以说呢，一定是他干的。帅飘下的毒，然后嫁祸于人。妈的，帅飘！志江，你带人把帅飘抓起来。是。刘秘书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，你是否也该给我个面子？啊，您的意思是，把潘达的尸体送给朱院长？是。你们美国人啊，胆子是大，为了赚钱命都可以不要。你们别看现在在上海，日本人不敢动你们，一旦日美开战，你们还留在这儿的话，那就是俘虏啊！你们真不害怕？美国这么强大，在日本人面前，就像猫和老鼠。我们的美国可不是安逸的花猫，我们是老虎，是狮子啊！然后什么聊得这么开心？哟，还有2位外国朋友呢。嗨，帅博士啊，林部长让你跟我回去走一趟。是潘达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看来，果真是你在他的饭菜里下了毒啊！我倒是真想啊，可我真没这个本事啊，赵队长。现在谁最想让他死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啊。关键是，我也不清楚啊。您还是跟我回去走一趟吧。没问题。兰迪、琳达，你们慢慢享用。See you。干得不错，他这一死啊，所有秘密都带到地下去了。可那潘达死的可真够惨的。他死有余过，如果他不死的话，我们大家都有麻烦。来，林世群就这样让你把尸体运来了，他没产生怀疑吗？哦，刚开始呢，他是把我扣下了。后来我说这些饭菜啊是从新世纪大酒店订的，潘达和帅飘不是有仇吗？我就说这毒肯定是帅飘下的，可他后来说给我一个面子，说是他去抓帅飘，让我把尸体给带回来。我来晚了一步，你还是把尸体抬到这儿来了。夫人，怎么了？你真是个笨蛋。潘达是什么人呢？是纵火烧毁日本仓库的要犯。
你把他的尸体抬到这儿来，不就是证实了周院长是他的后台吗？哎，你不该接收这具尸体呀！坏了，这还是中了林世群的圈套啊！稍微不留神，就掉进了他们的陷阱了。潘达的饭菜被人下毒，死在了我们的牢里，这摆明了就是杀人灭口啊！是谁这么胆大妄为啊？我要说这个人是帅飘，你信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这分明就是栽赃陷害嘛！他们想金蝉脱壳，又急着把尸体要回去，不就是不打自招吗？况且潘达留在墙上的字，那可是铁证如山呢。这潘达呀，犯的是滔天大罪，我就是没证据证明他指使的。有事呢，他就包着；他包不了了，那就是杀人灭口，推卸责任，把责任推到帅飘身上。帅飘是我的人呐，那推到他身上，不就等于直接推到我身上吗？可是你既然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抓帅飘呢？我是不愿意为此事和他撕破脸皮呀，毕竟他给了我1500万，而且又把苏锡常的税赋收到了我的名下，我这个江苏省主席呀，就不是空头的了。只要有了实力，什么事情干不了啊？我是林世群，营佐将军。啊，潘达死了。我把他的尸体呀给周院长送去了。啊，不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帅飘抓起来了。什么？要杀了他？我会考虑的。好，我马上到你办公室开清乡会议。好的。怎么回事啊？看来这周淮海啊是了解我的意图啊。他刚才给日本人打电话了，日本的意思，帅飘呢是个小人物，把潘达的死安在帅飘身上，尽快处置，这事儿也就算了结了，既不影响我与周淮海的关系，也不影响他的清乡计划。那就是说，要拿帅飘当替罪羊了。帅飘关在牢房里，你准备桌饭菜去替他送行，啊，我们也算仁至义尽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我们一块儿喝几杯。林太太，您这算是为我送行吗？你给我们出过力，茶叶的事情虽然没有赚到钱，但是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有些事情真的没办法，吕秘书证明是你下毒杀了潘达。我知道你冤，但是喝一杯吧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有句肺腑之言，不知道林太太愿不愿意听。你讲。少和周淮海来往，他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你们，你们在他面前就是个跑腿的伙计，根本不是一类人。而且在经济上，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之前不是已经吃过大亏了吗？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替我们着想。不过很多事情你还不知道，周院长拨付了1500万给我们，
他还把苏锡常的财政收入放给我，他还是很有诚意的。没有税收的财政收入是什么？难道要让你们去搜刮盘剥吗？你们真的去搜刮盘剥的话，到时候搞的是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真的是臭名昭著了。难道这就是他的诚意吗？这我还真没想到。说白了，你们身边就没有一个明白人。如果有个明白人，以前也不会吃那么多的亏呀。这样，林太太，时间到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林太太，就此告别。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？他说的有道理啊，是一言中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呢？我们身边就缺他这样的一个人呢。本来我已经改变主意了，可他那一句“明白人”，让我不得不怀疑他心怀不轨。世群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多疑了呢？他都是一个快死的人了，况且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外面。行，咱们出去到刑场看看。准备行刑。世群，你要考虑清楚啊。世群，预备，放！世群，你不该杀他。我的行事方式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自己扭头看看。不看。部长，睁开眼睛的帅飘知道，他终于通过了林世群最后一次考验。他用自己的生命豪赌了一场，他赌赢了。院长，院长，什么事儿？我刚得到消息，林世群把帅飘带到刑场上枪毙了。啊哈，这么快？消息准确吗？千真万确，是营奏将军亲自下的令，林世群不得不服从。好啊，潘达这件事情就此翻过了。潘达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让院长您走了一步险棋。不过，最后赢家还是我们。
老周，我出去一下。来，夫人，到哪儿去啊？我要去静安寺给帅飘超度一下，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在地下团聚了。那，去吧。是啊，是该超度一下。部长，人带到了。在刑场上，枪没响，有人就尿裤子了，你怎么临危不惧呀？你还有胆量吗？那是因为我知道，您不会杀我，我不过是潘达的替罪羊而已。您要是为了这事杀我，那就是示弱。将来周淮海如法炮制，让您杀了赵队长，您杀不杀？让您杀其他人，你杀不杀？所以，您没这么杀。您之所以把我送到刑场，是做给别人看的。您要杀的，是我的胆气。可下令杀你的人是营佐将军，日本人才顾不上我这种小人物呢。这都是周淮海指使的，您应该清楚。他之所以要杀我，是要灭口。您留下我，那就是留下了活证据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周淮海如芒刺在背。这就是把柄。我以前没看出你这么聪明啊，这什么时候开窍了？其实我一直是这样，您难道忘了，当初我给我的岳父卢孝安出谋划策，害得您差点倾家荡产。那我也曾经逼得你没活路，你就不恨我？我恨过，但是现在不恨了，这都是为了利益。何况，您也没捞到什么。这倒是说的实话。我听说有次潘达想杀你，中途被人救了，是谁呀？是刘武，潘达的手下。其实他还救过我2次，那是因为我给过他重金。潘达一毛不拔，虽然他很有钱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花，所以他的死也是活该啊。你在湖州遇难，听说是军统的司马空救了你，是吗？不是，是龙湾村乡公所的小毛。鲁妈曾经救过他爹，后来鲁妈被潘达杀害了，小毛觉得心里很难受。其实他也不是救我，而是良心发现，为了给九泉之下的鲁妈一个交代。这事儿当地人都知道，您也不想一想，司马空设计害了我的岳父，让我的靠山倒了，最后家破人亡。我跟他不共戴天，他凭什么要救我？图什么呀？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刚才在牢房里你说的那个明白人，就是你吧？在有些事情上是这样的，比如说苏锡常的财政收入，我就不糊涂。再比如说这1500万，我要搞清楚，他到底是在财政部手里，还是在江苏省。如果是在江苏省，我会马上要求他立马拨到利泰银行。说到利泰银行，您是江苏省主席，为什么不把利泰银行的总行搬到苏州呢？那毕竟是您的地盘啊。我决定了，从现在起，我让你担任我的秘书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我只能答应你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你的人身安全。我马上到煤气关开会，我希望我开会回来以后，你已经正式走马上任了。帅飘，好好干吧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舒远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老猫，咱们的同志，原来是潘达的手下。你好。你好，我见过你，有次在楼下，你和老郑在说话，见我来了就走了。哟，老郑啊，看来咱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够缜密啊，这得亏是舒元同志，要是潘达和林世群的人，咱们可就暴露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舒元可是火眼金睛啊。舒元，潘达死了以后，老猫和刘武几个人要调到苏州的税警团，所以他是来辞行的。哎，老猫，你刚才说
林世群把帅飘抓了，是周淮海通过日本人下的令，要杀人灭口。是啊，听说已经押进刑场了。林世群这个人啊，反复无常，我真替帅飘担心啊。他被放出来了，还被林世群重用，做了自己的秘书。老郑，刚才雪儿跑来传话说，帅飘约我去新知酒馆跟他见面，我还在犹豫，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？去啊，当然要去，不光你去，我跟老毛一块去。很多事情应该向他挑明。季小姐，我接到雪儿的口信就过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老郑，这位是……哎，他不是潘达的手下吗？没错，他是潘达的手下。来，你被潘达抓捕，半岛书记杀你，就是老毛报的警，我们才赶过去救的你。潘达派人去湖州追杀你们，也是老毛报的信儿。舒元和司马空才赶过去的。另外，老毛给潘达送了一幅假画，还拟了一份真名单，用了一个反间计，让他在日本人和汪伪面前完全的失宠。最后唆使他把仓库烧了，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。可以说，老毛给你报了一个仇啊！谢谢，太感谢了。你不用谢我。潘达这个卖国贼投靠日本人，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我们这么做也不只是为了你，也为了给上海受欺压的百姓报仇，也是除了一个汉奸嘛。我在浙江被熊万东抓了之后，我听到了他和林世群的通话，我明白共产党已经出手开始帮我了，所以我当时就想，我要还共产党一个情。现在林世群把我放了，并且还让我做了他的秘书，所以我第一个时间就想到了你们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好，我就跟你直说吧。我们得到一个情报，日军和伪军集结了20万兵力，目标就是江南的新四军和抗日武装。目前敌人的行动计划、时间和兵力部署，我们一无所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快搞到敌人的清乡计划，以配合江南的新四军，粉碎敌人的围剿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帮你们搞到这份清乡计划是吗？是的。敌人很清楚这次行动事关重大，所以他们对清乡计划极为保密，只有汪精卫、周淮海，再就是林世群知道的。敌人马上就要行动了，我们必须要在敌人行动之前搞到这份清乡计划。我知道这非常困难，而且时间又紧迫，但是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、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有很大的作用。我既然已经答应还你们一个情，我就会尽力而为的。情报搞到以后，我交给谁？大美晚报是我们的联络点，但是你不要来，我们会派人跟你联系。林世群已经赶到梅机关去了，我估计就是为这事儿，所以我得赶紧回去。郑先生，我有个声明，这次事情结束之后，就算我还你们的情了，我们之间就算两清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哎，老郑，你不应该答应他，他在这个位置上可以为我们做更多的事情。凡事得有个过程。他今天已经迈出了这一步，我相信他会和我们越走越近的。
林太太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了一趟新世纪大酒店，把那边安排一下。以后跟了部长，就没时间打理了。世群，你这么快就从煤机关回来了？部长，怎么样？下决心跟我干了吧？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我决定跟部长当个明白人。好，咱们屋里谈。我刚才见到了营佐将军，他问我杀了你没有？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？我知道，您的回答是杀了。营佐将军惋惜了半天呢，他还提到他和你岳丈的交情，对你的死啊是痛心疾首啊。于是您就接过他的话，说您的心情跟他一样，所以在最后一刻就改变主意了。而营佐又没有办法收回之前的话，就只好顺水推舟，是这样吗，部长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之前听我岳父说过，他是一个表里不一、假惺惺的人，所以我能猜到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背后议论长官。好了，不说这些，咱们说点正事儿。皖南事变以后，新四军又在江北建立了军部，共党匪首陈毅啊代理军长，又搞起了他们惯有的游击战，特别是江南地区。这可是日本皇军腹地和粮仓啊！为此，日本人和汪主席都深深的担忧啊。光担忧有个屁用！为此，汪主席组建了清乡委员会，让我担任这个秘书长，派重兵在江南地区围剿新四军和游击队。哎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呀！我可以借此抓兵权、实权，然后把江苏地区给统管起来。这的确是部长的机会，可是不管兵权、实权，最重要的还是财权。周淮海肯让吗？说到重点了。我和周淮海通了电话，今天下午3点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。帅票，你就以秘书的身份和我一起去，也算你正式亮相吧。是，我明白。哎，部长，对不起啊，我到会计室找算盘去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们去开会，你带个算盘干什么？算账啊，跟周淮海打交道，每笔账都得算清楚，否则您会吃亏的。我说帅票啊，你真细心啊，我没看错你。谢谢部长。走。和林世群开的这个会啊，我把胡金城和楚明义叫来了参加。他们人到了吗？他们已经在会议室里了。啊，不过院长，这些人可都是搞宣传的，请他们来。林世群是来跟我要钱的，他有了钱以后啊，就会得寸进尺要兵权，我不想跟他谈这个。我把他们俩叫来以后呢，多谈一谈政治倾向，谈一谈宣传工作，把这个话题绕开。可是您终究还是要拨款过去的。小吕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拨款是有讲究的，可以一次拨，也可以一点一点的拨。这就好比啊，施舍给叫花子吃饭一样，一次让他吃饱了，他就会拍拍肚皮走了。如果你一口一口的给他呢，他就要不断的求你，他就成孙子了，懂吧？哦，我懂了，原来这拨款啊也是有学问的。好了，我先进去。你在这儿迎接一下林部长他们。是。哎，院长，他们来了。那不是帅飘吗？好像大白天见了鬼似的。怎么，不认识他了？他不是被枪毙了吗？我倒是想毙了他，可营佐将军不干。怎么？
营佐将军没告诉你们？好了，有什么话到会议室说吧。哎，会议室开的是重要会议，你不能参加。我现在已经是林部长的秘书了，也不能参加吗？没错，他现在是我秘书。这边进来。你这么着急的把我叫过来，有什么事？帅飘被林世群枪毙了，这事儿你知道了吧？他没死。哦，我今天中午还看见他了。他现在是林世群的秘书。林世群的秘书？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是用什么手段取得了林世群的信任的？林世群不过是把帅飘当成工具，和周淮海叫板罢了。那帅飘现在的位置很重要了。你没想把他发展成卧底吗？什么卧底？难道你想把他发展成你们军统的卧底？不是我们，是你们。你什么意思？舒媛，你还想骗我多久？我骗你什么了？你是共产党，对不对？你胡说些什么呢？你还想骗我？今天中午你跟帅飘在一起，我都看见了。还有那个姓郑的，还有潘达手下的一个警察。你跟踪我？我没有跟踪你，我是在调查帅飘。没想到，恰好看见你们了。舒媛，我一直是对你有所疑惑，因为有些事情你涉入的太深，有些情况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但是我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你只是一个有爱国心的记者。舒媛，你不是想抗日吗？到我们这边来一样可以抗日啊！啊！司马空，我希望你能够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，联合我们一起抗日，而不是在这儿拼命的想要拉拢我，对不对？难道我现在的身份，我就不是在抗日了？不是，舒媛，你应该知道啊，在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，一个执政党和一个领袖，我们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啊！你们那都是小打小闹，好不好？舒媛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我们还能在一起共事，将来呢？将来可就不好说了。舒媛，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，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误入歧途。误入歧途？司马空，我看你才是误入歧途。我在上海锄奸报国，我怎么能叫歧途呢？司马空，对于你个人我是欣赏的，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跟你当这么长时间的好朋友。我欣赏你，欣赏你的勇气，并不代表我欣赏你背后的组织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应该是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抗日的时候，而你们呢？你们都做了些什么？是皖南事变，是你们在背后不断地挑起各种的反共摩擦，谁走正途，谁走歧途，一目了然。我现在不跟你争论这些，舒媛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司马空，我的态度很明确，我不可能背叛我的组织，我的信仰。作为朋友，我也想奉劝你一句：我希望你能够早日看清国民政府的真面目。我不想看到你在泥潭里面越陷越深，不可自拔。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新鲜的水果。
姐姐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怎么啦？他们都说这张纸上是骂着我，我不认字儿，请您帮我看一下吧。汪精卫卖国求荣，绝无好下场。这上面骂的是汪精卫，不是你。哦，我说呢。逮着你了，小家伙，偷东西呢。雪儿，这俩小家伙在你面前玩把戏呢，偷你水果。算了，邢小姐，他们也是迫不得已。来，过来。这样，姐姐给你们一人一个苹果，拿着，以后不许再偷东西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去玩吧。想不到雪儿姑娘这么善良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帅飘哥的时候，他也是在我这儿偷水果。是吗？那个时候他穷困潦倒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跟那2个小孩差不多。不过想起来，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。雪儿，我想知道当时的情形，你能跟我说说吗？好吧，那就从偷苹果开始讲吧。好，那天他偷我苹果，我一手抓住他，我把他按倒，结果他就哎呦哎呦哎呦，真的？他跟我说他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。